我是一个装货，为了维持我忧郁高冷的人设，我每天装出一副高冷男神的模样。你没事吧？没事。直到我穿进了一个恐怖游戏，当我面对恐怖的诡异，吓得想要放声大叫时，却被系统告知我的一切行为将被24小时全程直播。我忍住了。漫天血雨下，其他玩家躲在安全区不敢出来，而我撑着黑色雨伞，穿着一身暗黑系复古高定西装，戴着耳机在血雨中漫步。上一秒还张着血盆大口的最终女 BOSS 瞬间红了脸，她一脸娇羞。我笑了，如果高冷是一种天赋，那我一定天赋异禀。上一秒还听着音乐，想象自己在日本街头漫步的我，下一秒就穿进了恐怖游戏。欢迎玩家萧晨进入 S 级副本都市怪谈，通过副本内的所有弹关卡即为通关，祝您游戏愉快。当前玩家人数50人，时限5天。阴冷潮湿的街道上，一阵阴飕飕的凉风刮过，所有人下意识抱紧了发抖的身体，只有我双手插在口袋里，面无表情，神色忧郁。因为这是我的人设，实际我的内心已经在疯狂土拨鼠尖叫了。这究竟是哪里啊？好害怕，我想回家。旁边已经有胆小的女生替我哭了出来。一个小混混踢了一脚身旁的路灯，突然他顿住，呆愣地看着我。只见昏黄的路灯下，我安静地站在那里，满脸忧郁沉静。我没有注意他怪异的目光，满脑子都是路灯可是打造忧郁男神人设的氛围感神器。这昏黄的光线打下来，我完美的下颌线绝对能惊艳弹幕，哪怕身处诡异世界，也要时刻保持极致的美学。正当我还在维持人设时，人群中忽然传出惨烈的尖叫：“救命啊！有怪物啊！”我抬头望去，就见远处似乎有一种奇怪的东西正在蠕动，将玩家吞噬消失。所有人吓得四散逃离，我退后2步，但还是忍住了。我直接单手扶着路灯的灯柱，45度抬头仰望没有星光的天空，眼底流露出3分讥笑和4分漫不经心。我肯定是跑不过怪物的，既然如此，在死前我也要维持住我的清冷人设，哪怕是死，也要死得像个艺术品。可奇怪的是，隐藏在黑暗中的怪物并没有攻击我。快去有光的地方，这些怪物怕光。几个反应迅速的玩家立马冲到了路灯下，我被撞得一个踉跄，差点没绷住我那张厌世脸。果然来到有光线的地方后，怪物就消失了。一男一女打着手电筒走了过来，他们自称是这里的老玩家，外号叫夭夭和虎哥。他们解释了游戏规则和第一个怪谈影子先生。所有人听完后都用一种近乎崇拜的目光看着我。你作为一个新人，不仅能这么冷静，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找到通关方法，真是厉害。我有些心虚，总不能说我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为了找光线凹造型吧。所以我只是微微垂下眼眸，淡淡的点了点头，继续维持着我的忧郁人设。很快我们就进入了面前的大楼，准备入住。为了避免全军覆没，每人一间房间，但有的房间会出现怪物，能不能活下来，全凭运气。整栋楼只有5个房间会出现怪物。为了维持自己的孤高人设，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疯抢低楼层，而是站在一旁，犹如一个局外人般默默等待。最后剩下的房间只有44层的404号房。其他玩家纷纷用看死人的目光看着我，我表面淡然无波，实则内心快要尿裤子了。天杀的，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只想安安静静装逼的文青？完了，这帅哥死定了！双数的楼层和房间号的怪物都非常厉害，他这 buff 叠满了啊！谁让他一直搁那装高冷，不赶紧跟着老玩家选房间？看到这里我更想哭了，但还是忍住了，因为高冷是我的保护色。进入404房间后，我环顾四周，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点。来到卧室，我打开衣柜一顿翻找。下一刻，我拿出了一整套极具质感的深灰色复古英伦西装，摸着那高级的布料，我兴奋的眼眶微红。我终于可以彻底释放我对暗黑哥特美学的狂热了。脱掉身上那套平庸的休闲服，我将西装换上，披上风衣，戴上手套。我站在镜子前，慢条斯理地整理着领带，对自己的模样十分满意。配上我那张常年不见阳光的苍白脸庞，穿上简直帅到惨绝人寰。欣赏够了之后，我随意地打开电视，想营造出暗黑贵族深夜孤独看电视的破碎感画面。可刚打开电视，我就浑身僵硬了，因为电视中出现了一个身穿白裙披着黑发的女人。我差点惊叫出声，但瞥见半空中的弹幕，硬生生把那句卧槽咽了回去。
不行，要冷静，不能破坏我绝世美男的人设。我忍着极度的恐惧，依旧保持着优雅坐姿，冷冷地看着他。虽然淡血，他坐在那里的气场太强了，感觉像个吸血鬼公爵在审视他的猎物。妖魔鬼怪，快离开！妖魔鬼怪，快离开！一只冰冷黏腻的手抓住了我的脚踝，我颤抖地睁开眼睛。这种破碎感，简直是极品。唯一的缺点就是头发太乱，显得没有层次感。我心痒难耐，直接从旁边的抽屉里拿起一把剪刀。别动！我拿着剪刀动作娴熟，3分钟就为他剪了一个超绝氛围感的激发式。完美！弹幕被我这波操作彻底干沉默。救命！这什么暗黑系霸总和他的冰脸小校妻，心理素质，这颜值，我宣布我换老公了！贞子在对面的镜子中看着自己现在的模样，呆滞了很久。他矜持地捋了一下耳边的激发，深深朝我鞠了一躬。ありがとう。我微微颔首，嘴角勾起一抹漫不经心的弧度。贞子摸着自己的头发，心满意足地重新爬回了电视里。总算送走。倒计时3天，存活玩家30人，距离通关副本还剩3个关卡。我松了口气，刚准备出门，突然想起了什么，又从衣柜里拿出一条深灰色的羊绒围巾，随意地绕在脖颈上，瞬间忧郁英伦风拉满。来到1楼大厅和其他玩家会合时，众人见我安然无恙地从404走出来，全都神色震惊。虎哥看向我的目光变了。我们组队吧，这样活下去的机会更大。我确实很想抱大腿，但我孤高冷傲的人设不允许，只有独来独往才能彰显我与众不同的气质。不用，我习惯一个人待在黑暗里。喂，小白脸，你究竟是怎么通关的？这人是个杀猪的屠户，浑身汗臭和血腥味儿，差点给我干吐了。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嘿嘿嘿，你要是告诉我，我不仅不打你，还能带你通关，不然老子现在就把你废了！我嗤笑一声，虽然身高没他壮，但为了不崩人设，我死死盯着他。你是杀猪时把猪脑子安到自己身上了吗？你信不信，我让你活不过今晚？杀猪男被我的气场震慑，居然真的僵在了半空。最后悻悻地放下了拳头。很快夜幕降临，我重新回到了404号房间。不知道今晚会遇到什么诡异，但希望不要死得太难看，千万别弄脏了我的高定西装。突然门外传来了被大力拍打的声音，我一开门就看到了杀猪男。妈的，小白脸儿，你是不是用道具了？他骂骂咧咧地想冲进来，我刚想说什么，就见杀猪男神色突然变得极度惊恐。我深吸一口气，拿出一条纯白的手帕，优雅地擦了擦脸颊上溅到的一滴血。当我缓缓抬起头，和一张缠满绷带的脸撞上时，我的心率直接飙升到180。一旦玩家恐惧值达到80，他就会动手。我心率180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激动。这不妥妥的暗黑系潮湿阴郁男神吗？这简直完美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我看着他，眼神中爆发出狂热的艺术光芒。你这身西装是谁给你做的？瘦长鬼影沉默了，因为我对他没有恐惧值，他无法对我动手，甚至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质问搞得有些懵。布料劣质，剪裁松垮，完全埋没了你这优越的骨架。我动作飞快，很快就将那件臃肿的西装改成了一件极其修身的收腰双排扣西装。他站在镜子前，似乎对自己的新造型十分满意。随后他转过身，摘下头顶的黑色礼帽，像中世纪贵族那样对我优雅地鞠了一躬，然后将帽子戴在了我的头上。下一刻，他消失不见。恭喜玩家萧晨获得高级道具绅士之帽，该道具是属性防御，可以抵御外敌。倒计时2天，存活玩家20人。随着剩余关卡减少，天空突然下起了血红色的雨。所有玩家见状，纷纷缩在大楼里不敢出来。
我却双眼一亮。东京街头血雨，暗黑系西装，还有忧郁的我，这简直是为我量身打造的秀场。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把黑色雨伞走进了血雨中。其他玩家看我没有出事，才敢纷纷效仿，打着伞进了血雨。先生你好，下雨了，我没有伞，好冷，可以和你共同撑一把伞回家吗？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瞬间到达了顶峰。我勒个病娇暗黑系女神啊！这苍白俊美的脸，这脆弱又极具危险性的破碎感，简直是我的终极理想。我欣然同意，但为了维持自己清冷孤高的绅士人设，我面色淡然，甚至带着一丝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当然可以，这是我的荣幸。原本娇小的红裙少女，浑身开始散发出极其恐怖的威压。她低下头，漆黑的瞳孔死死盯着我。既然答应要给我打伞，那就千万不要让我淋湿哦，否则我会生气的。大风劈灭了，小陈快跑啊！当发现光不合理情况时，请装作无事发生。我看着他已经逼近3米的身高和越发狰狞的指甲，脑子疯狂运转，跑是跑不掉的。既然如此，那就把逼装到底。我突然停下脚步，仰起头，因为被爱会长出血肉。女鬼愣住，我深吸一口气，一把扔掉手中的雨伞，任由血雨将我名贵的西装淋湿。下一秒，不顾她身上令人胆寒的阴气，一把将她那庞大而扭曲的身躯揽入怀中。如果你无法停止生长，那我不打伞了。如果世界注定要下血雨，那我陪你一起淋雨。她已经恢复成了刚才娇小绝美的少女模样，她苍白的脸颊此刻红得滴血，甚至连耳根都红透了。她慌乱地捡起地上的雨伞，重新撑在我的头顶，甚至不自觉地往我这边偏了偏，将我整个人护在伞里。我看着她这副纯情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轻笑。随后我摘下一只耳机，轻轻戴在她的耳朵上，她的耳垂瞬间变得比血雨还红。别淋湿了，我会心疼。下次下雨，记得来接我。存活玩家10人，距离通关副本还剩1个关卡。虎哥用了一面镜子道具，镜子上赫然出现4个血红大字：百鬼夜行。我遵守承诺，来接你回家。在所有人惊恐的注视下，我和他一起出了商店。我将那束纯白玫瑰递到他面前，送给我。我也想和你要一个礼物，你的名字。我叫陆清寒。陆清寒，真好听。走到一半时，一个女人突然拦住了我们。她戴着口罩，手里是一把巨大的剪刀。她朝我笑着问：“陆清寒眼神一凛，身上杀气暴涨，刚想动手，我拦住了他。我将玫瑰花递给陆清寒，随后上前一步，走到裂口女面前。我没有恐惧，也没有恶心，我微微轻身，用手指轻轻挑起裂口女的下巴。在我的美学里，世俗的对称不过是平庸的代名词，这种不对称的撕裂，才是凌驾于众生之上的顶级艺术。裂口女彻底愣住了，她看着我那双深邃忧郁的眼眸，脸颊竟然泛起了一层红晕。她沉默许久，居然娇羞地低下了头，将自己那把巨大的剪刀双手奉上，递给了我。恭喜玩家获得高级道具裂口女的剪刀。走着走着，我们来到了一所废弃的公寓。根据提示，这里有离开的钥匙。在房间里，我发现了一个相册。打开一看，里面居然全是我各种角度偷拍的我。在枕头下，我又找到了一本日记本，扉页的名字是陆清寒。我一直很讨厌下雨天，直到你夸我与众不同。我被关在地下室，总觉得会死在这里。如果有来生，我想替你撑一次伞。我沉默地站在原地，
从小在压抑家庭中长大，只能靠装冷酷来保护自己的我，居然一直被一个同处在黑暗中的灵魂默默注视着。我深吸一口气，来到了公寓的地下室，砸开生锈的锁。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我看到了一副蜷缩在角落的白骨，白骨旁是2行写字。眼眶有些酸涩，我蹲下身，咬破自己的指尖，用血液在血字旁写下“我也喜欢你”。身后传来脚步声，你都知道了，对不起。像我这种怪物，我的喜欢是不是让你感到很恶心？笨蛋，难道你不知道和男人接吻时要把眼睛闭上吗？你该回去了。我明明记得你以前叫陆时夏，因为你说过希望我以后的日子能清明古寒尽，所以我给自己改名陆清寒。恭喜玩家萧晨获得钥匙纯白玫瑰。离开公寓时，我在街上遇到了夭夭和虎哥。当前玩家人数3。高级道具交出来！瘦长鬼影的黑色礼帽挡下了攻击，我完好无损。在他们惊恐的目光中，我冷笑一声，迅速拿出裂口女的剪刀。这俩人才是利用新手玩家探路的真凶。恭喜玩家萧晨通关《都市怪谈》副本。再次睁眼，我回到了现实世界。我循着记忆来到陆清寒家，透过窗户，我看到正在嬉笑打闹的陆家人，那是害死他的罪犯。我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报警电话，和警察一起推开地下室的门。我又看到了化作白骨的陆清寒。我脱下身上昂贵的深灰色风衣。别怕，清寒，还我带你回家。突然，地下室的铁门被砰的一声，用一种非人类力量能达到的力道暴力踹飞。我抱着陆清寒白骨的手猛地一僵，心跳瞬间飙到了200，几道刺目的强光手电瞬间锁定了我。不许动！特别微警局第7收容小队。特别微管局、收容小队等等，这里可是现实世界啊！我刚才明明打的是110报警抓杀人犯。我操！什么情况？微奖局？但为什么现实世界还会飘弹幕？我不是已经打出大结局了吗？这破直播居然不是满断制，通关了还得终生售后。放下你手里的高危执念物，双手抱头，立刻趴下。重复，立刻趴下。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露怯，一旦露怯，不仅直播间人设崩塌，这群看我不顺眼的特勤绝对会把我打成筛子。把枪放下，你们惊扰到他了。警告最后一次，放下执念物，否则我们就开火了。我赌他们不敢开枪，或者说，我赌那个在游戏里给了我无数次外挂的系统，绝对不会让我第一天回现实，世界就被打成筛子。就在队长准备下令的瞬间，异变突生。队长，是 S 级以上的灾难级反应。敢用枪指着他？陆清寒的声音空灵而阴森。清寒老婆护肤了！这副本女 BOSS， 如果真宰了关家人，这辈子只能去当野人。清寒，我说过，我不喜欢血腥味弄脏我的衣服。这些粗鄙的凡人不配弄脏你纯洁的双手，退下吧。如果装逼有段位，我现在绝对是王者。都听你的。你究竟是什么人？我不过是一个被这无聊世界放逐的孤独灵魂罢了。怎么，要抓我吗？带路吧，希望你们的车配得上我的品味。
这防弹玻璃的透光率太差了，简直破坏了窗外夜景的赛博朋克感。还有，车内的车载香氛用的是劣质的化工合成香精吧？这种廉价的味道，简直是在侮辱我的嗅觉。是，您说的对，局里经费紧张，让您见笑了。我们下次一定改进，给您换上最顶级的沉香。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我在游戏里拼死拼活通关，本以为回到现实世界就能继续过我的生活，结果现在倒好，不仅带回了一具随时能化身红衣女鬼的白骨，还牵扯出了什么特别微搅局。难道说那个该死的恐怖游戏其实和现实世界是互通的？正当我在心里疯狂盘算对策时，半空中的弹幕突然出现了一条加粗的金色置顶消息：系统提示，由于玩家萧晨在《刀都市怪谈灾》副本中的卓越表现，导致副本核心逻辑崩溃，世界融合进度加速中，现实世界将逐步刷新出游戏副本中的诡异生物，请玩家努力存活。起风了，这个平庸的世界终于要迎来它华丽的毁灭了，真是一场令人期待的盛宴。萧晨先生，对吧？你的资料很干净，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性格内向，家庭环境压抑。但是就在半个小时前，你从那个臭名昭著的血月游戏中通关了，而且你还带出了一个灾厄级的执念物，把烟掐了。这种劣质烟草燃烧的味道会熏坏我这件衣服上原本沾染的雨水气息，那是他留给我的味道，我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好，我们谈正事。雷局长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找回场子。现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空间裂缝，游戏里的怪物正在入侵现实。我们特管局需要像你这样拥有强大灵能和控制灾厄级诡异能力的高手。我正式邀请你加入特管局，担任最高级别的特别顾问。雷局长，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我不是救世主，也不是你们可以随意差遣的打手。我对拯救世界没有任何兴趣。在我的世界里，只有极致的美才值得我去关注。可是如果世界毁灭了，那就让它毁灭。在血雨和废墟中绽放的死亡之花，难道不比现在这个虚伪平庸的世界更加迷人吗？警报！警报！地下4层收容所发生暴乱 ，S 级畸变体缝合屠夫突破收廊，正在向地表移动，各小队立即前往拦截。缝合屠夫，那可是吞噬了上百个人的血肉才形成的怪物，怎么会突然突破收廊？第1、第2小队，立刻带上重型灵力武器去4层，绝不能让他冲到地面。该死，重火力对他无效。萧先生，算我求你，只要你肯出铁手解决他，条件你全开。我看着屏幕里那坨令人作呕的肉山，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差点连隔夜饭都吐出来，太丑了。不用谈条件了。你要出手了？他不该存在。退下吧，各位。我的舞台不需要不懂欣赏的观众，而他只配成为我重塑美学的边角料。带着这种腐臭味出门，体型庞大又如何？不过是一堆毫无逻辑的劣质拼图。现在，让我来教教你什么是裁缝的艺术——十字解剖。给我练！滚回你的下水道去！这种恶心、毫无逻辑的拼图居然还能变异，真是污染我的眼睛！既然你由碎片拼凑而成，那就让我赐予你最完美的对称与分离！无聊。
天才，不，这是怪物，这是神明，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是把特检局的底裤当了，也必须让他留下。1个月后，现实世界已经彻底变了样。此刻我正坐在本市最繁华地段的别墅里，这是雷局长为我准备的。别墅的客厅里燃烧着温暖的壁炉。萧晨，那些看直播的女人总是在夸你帅，我真想把她们的眼睛都挖出来，和我的骨头串在一起。何必为那些平庸的凡人弄脏你的手？在我这里，只有你才配做与我并肩的女王。至于他们，连成为你裙下亡魂的资格都没有。我都听你的，我只要你看着我。萧晨，东京那边出现了一个 SSS 级的百鬼夜行大阵，当地的微管分局已经全灭了，快来帮忙啊！哪个不长眼的东西，敢打扰和臣的独处时间？萧晨，夫人如果心情不好，我晚点再。不用了，既然有丑陋的垃圾脏了我们的世界，那就全当是一场血腥的烟火秀。要去约会吗，清寒？好，只要能和你在一起，我帮你把那些丑东西全都撕碎。